上了走开起头要走，我是很心痛。但是在我们这环境说，他不得不紧张。我妈妈告诉我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要被打倒。在我们这里，父母对女儿的期望是嫁给一个好人家。我想过不一样的人生，所以我选择了不一样的路。小时候不太懂艰不艰难吧，只是觉得跟家人在一起还是蛮幸福的。开心吗？你看一下，这什么时候的？今天我回来7点走了呀。哦，你已经换了一套衣服啦。我小时候和我的家人生活在一个小木房子，生活的那个小房子，不到20平。然后我们的吃饭、睡觉，还有储存粮食，基本都是在一起。跟我的同学，他们悄悄的就是去学校打篮球啊这些。我母亲会经常在干农活的时候找不到我，所以他们会特别生气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3姐就离开了家乡，去闯荡。这同时也激励了我，想通过这样的方式，因为从小我就在她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不甘被命运束缚的样子吧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上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吧，我们学校组织了一次去省里面参加比赛的一个队伍，我们这个整个中学里面被选中的4个其中的一个。当我有个机会去体校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拒绝。但是他爸爸送他去让那个教练来训了，他爸爸送他去那个数学实验室。我们很困难的，只有记得去的为1个月，只是600块钱生活费，也支持他。在那么小的时候离开家人，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那个时候，我时常会觉得很孤独。对啊，就是你来打对我们家庭条件也不好嘛。我都以后我都说是放弃了，他一直我每天晚上做梦都看见他，我恨不得是坚决他放弃，他不。在体校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想家吧，就是没有时间去看我。刚开始跑步对我来说很难，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训练，我当时的身体会非常的疼。我是怎么顶过这些困难的？是因为我当时不想再回到那个大山村里边，然后去过像我父辈一样的生活。我在体校待了4年，因为像我们体育生，就是在体校毕业的这些学生，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进入专业的体工队或者去上大学。但是我就被这2个就是体制都淘汰了。在我被淘汰以后，我
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失败者，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干嘛。去到了健身房上班，就是给别人发传单，然后去到我三姐的化妆店里面去跟她学习化妆，觉得每天都过得就是浑浑噩噩的，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就完全提不起兴趣来。就是大多数体育生的这种归属，但是我还是想换另一种方式让他们看到我，就是我可以。后来我了解到就是在我们中国有很多这种，就是你去参加比赛，你只要跑得好的话可以拿奖金的这种事情，选择成为这个赏金猎人。因为那时候就是更多的是为了奖金。那时候我的比赛会非常的频繁，就是一个星期会跑一次，有时候这个星期我可能跑100公里，下个星期我会跑50公里。我开始参加很多越野跑比赛，而且基本上都可以拿到冠军。所以有很多人在那时候也给了我一个越野女王的称号。这条长路就是目标。我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比赛之后，我发现我的身体承受不了这么多比赛了。在2019年 UTMB 的时候，我的眼睛出现了短暂性的这种失明，我就感觉身边瞬间就是好安静的那种感觉。在我眼睛出现那个情况，而且在加重的时候，我很害怕，非常害怕。我害怕我的眼睛再也看不到，我害怕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奔跑。然后，因为那场比赛我非常想赢，因为我是在19年的频繁退赛，让我感觉到我在这个项目中快失去信心了那种感觉。我就想要就是有一场比赛让我来看到我能坚持下去的意义。在我经历伤病和失败，离开越野跑赛道，但也有一些觉得我的高光时刻已经过去了。其实那时候感觉就是很孤单吧，我觉得，因为其实我感觉跟我跑步有关的，大家就是我身边的人，其实他们更在乎的是我的成绩，就是变化很大吧。没有人去真正的懂你，就是说你经历什么，这些别人不管，他们更多的看重的是你的成绩。但是当我再次回到越野跑赛道之后，我才发现我对越野跑的热爱是这么的强烈。
我的家人对于我作为一名运动员取得成就吧，他们会感到非常的骄傲自豪。他就是从这方面，我对学出了一个孩子了嘛。这么多比赛走了这么远的路，我还是会回想小时候的自己，会经常回头去看他。我觉得，就是当时经历的那些东西，其实不一定是坏事。时刻吧，才会让你就是成为现在的自己。还是很想他的，老的很想他，已经他来了，个个都想他。那天都是听到这样来了，人家自己都在这路边在站起看，从来不会对着我这孩子哦。啊，这儿。这大红衣服好看，我看那个非常好的。我不知道跟你想不想给我呀？我就是一看他成功，我很骄傲。他就是为了这个体育方面这一回事，他感到是很骄傲。都是有困难时候，还是有欢乐时间。我现在跑步的时候，我的感觉就是，其实我很放松，很享受。就是不要被任何标签给框住吧，什么传统的你到年纪该结婚，你该干嘛，或者是你不该干嘛，我觉得不要去被这些标签所框住，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。不管你正在经历什么，你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。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的，但是我想要去探索和创造它，过不被定义的人生。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那个想要成为的自己。